这是一张让天文学家倒吸凉气的照片。你现在看到的这片宇宙乌云，每立方厘米塞着100万颗粒子，而它的正中心，一颗新恒星正在点燃自己的氢燃料。今天我们不聊复杂公式，只看哈勃镜头下最疯狂的4种星云，有的是恒星托儿所，有的是恒星林中烟花，甚至有一个在20年间突然蔫了。在接下来8分钟，你会发现太空很美这句话根本配不上它们。在带大家欣赏哈勃影像之前，有一点需要先说明，所有星云都属于星际介质的一部分。星际介质指的是在银河系中分布不均的气体和尘埃，这是从地球视角看到的星际介质模样。部分区域每立方厘米仅含1个粒子，接近真正的真空状态，而密度最高的区域每立方厘米可含有数百万个粒子。但即便如此，密度依然极低。要知道，地球海平面处的大气每立方厘米就含有10千万亿个粒子。不过，这些星云的跨度可达数光年，累积起来的总质量相当可观。让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直观感受一下这种累积效应。圆规座分子云最基础的星云类型是惰性寒冷且黑暗的星云，也被称为分子云。它们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主要成分是氢分子。在这种状态下，分子云几乎不发生任何活动。我们之所以能观测到它们，是因为它们会遮挡后方的光线。但分子云是目前已知密度最高的星云类型之一，每立方厘米可含有数百万个粒子。它们在太空中存在数百万年，依靠自身的内部压力阻止自身向内探索，直到某种外力扰动了它们。这种外力可能是超新星爆发产生的冲击波，也可能是银河系中的密度波。无论具体是哪种力，这种扰动都会克服星云的内部压力，使其在自身引力作用下开始向内探索，而其结果就是我们在圆规座分子云中心看到的景象。一颗恒星正在诞生，整个圆规座分子云的质量是太阳的25万倍。这意味着，如果整个云团完全坍缩，那么在几百万年后，这片区域将诞生大量恒星。如果我们放大观测那颗已形成的恒星，还能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恒星周围明亮的星云其实仍属于圆规座分子云的一部分，只是被这颗年轻恒星的光芒照亮了。这片区域被称为反射星云，顾名思义，它仅通过反射照射在自身的光线发光。此外，我们还能隐约看到一道原恒星喷流从恒星向外喷射，这是恒星从分子云中吸收气体和尘埃后残留的物质。由于这道喷流源自恒星本身温度极高，因此呈现出与星云不同的颜色。NGC 2014与 NGC 2020星云这张令人惊叹的影像是电离氢区，最著名的星云类型之一的绝佳例子。电离氢区本质上是分子云在恒星形成过程真正启动后演变而成的天体。分子云与电离氢区最大的区别在于，电离氢区能自行发光，内部的粒子会被区域内炽热年轻恒星释放的太阳风和紫外线电离，进而产生光芒。此外，电离氢区的密度通常比分子云低，每立方厘米仅含有数百到数千个粒子。在这张影像中，看似有2个相邻的独立星云，但实际上它们属于同一云团，只是目前云团中仅有2个区域被雕琢并电离了。星云呈现出不同颜色，源于电离物质的差异。红色区域的电离气体是氢，蓝色区域的电离气体则是氧。这种差异与2个区域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在红色区域分布着数百到数千颗恒星，每颗恒星的质量都超过太阳的10倍。正是这些恒星释放的紫外线辐射使周围的氢原子发生电离。我们还能看到恒星风正在雕琢星云部分区域。星云密度较高，对恒星风的抵抗力更强，而另一些密度较低的区域已被恒星风雕琢出气泡状结构，模样让人联想到珊瑚。与红色区域不同，蓝色区域是由一颗单一的大质量恒星沃尔夫拉叶星塑造的。这类恒星是目前已知温度最高、亮度最强的恒星类型，图中这颗的亮度更是太阳的20万倍。不过，正因温度极高、亮度极强，沃尔夫拉叶星的预期寿命非常短，仅有几百万年。在其短暂的生命周期中，会通过强烈的恒星风抛射大量自身物质。正是这种恒星，风与氧原子发生了特定相互作用，将氧的温度提升到11000摄氏度以上。这一温度远高于星云中电离氢的温度。我们能看到红色星云的中心区域也含有少量受热的氧，那片区域宛如海水拍打沙滩的景象，十分美丽。此外，在红色区域的其他部分也能看到少量蓝色的痕迹。总而言之，这是哈勃望远镜捕捉到的一张极具震撼力的影像。NGC 7027宝石虫星云，我们之前看到的2种星云关系密切，而这种美丽的星云则不同，它的起源完全不一样。
分子云和电离氢区的跨度可达数百到数千光年，而像宝石虫、星云这样的行星状星云最大跨度也只有几光年。分子云和电离氢区所含物质足以形成数千颗恒星，行星状星云的物质却连形成一颗恒星都不够。这是因为行星状星云源于一颗处于生命末期的中等质量恒星。星云中心的恒星会将外层外壳断断续续地抛射到太空中，随后自身坍缩成一颗白矮星。令人惊叹的是，由于哈勃望远镜的探测任务持续时间极长，我们有时能观测到行星状星云演化过程中的微小变化。接下来请看黄鲷鱼星云。这颗行星状星云在1996年至2016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仅20年时间里，它的亮度就大幅下降。这种变化非常罕见，由于宇宙时间尺度极其漫长，在如此短的时间跨度内，我们通常只能观测到天体极其微小的变化。以天体猫眼星云为例，在类似的时间跨度内，这颗行星状星云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不难理解这颗星云为何被命名为猫眼星云。无论近距离观测还是放大后，看到它此前抛射的气体和尘埃都显得格外美丽。行星状星云与电离氢区有一个相似之处，它们都属于发射星云，即通过恒星风时气体粒子电离，进而自行发光。NGC 7293螺旋星云，这简直是一件艺术品。行星状星云的有趣之处在于，尽管部分星云具有相似特征，但没有任何两个行星状星云完全相同，每一颗都在上演着独特的太空烟花秀。我们能观测到这些星云其实非常幸运，因为行星状星云会不断膨胀、扩散并冷却，在形成后的短短数万年里就会从视野中消失，只留下一颗微小的白矮星。这意味着，从天文学角度来说，我们目前能观测到的行星状星云都是近期形成的。此外，与我们之前看到的其他类型星云相比，行星状星云体积更小，因此我们只能在银河系本地领域中观测到它们。螺旋星云距离地球尤其近，在天空中的视直径相当于满月的一半，这让我们能深入观测其内部的惊人细节。这张影像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我们能看到仅这一颗恒星释放的恒星风正在冲击此前在行星状星云形成前就被恒星抛射出去的尘埃云，就像我们在猫眼星云中看到的尘埃云一样。如今螺旋星云的膨胀速度已追上这层尘埃云，并正在将其逐渐雕琢掉。这是一幅令人震撼的太空景象，也是我个人最喜爱的哈勃影像之一。行星状星云还有太多美丽的例子可以展示，但本期视频我们就以沙漏星云收尾。这颗星云距离地球约8000光年，因此我们无法像观测螺旋星云那样看清它的细节，但它的形状、颜色以及中心那颗像珠子一样的亮点都令人叹为观止。有时，如果行星状星云源于一个紧密环绕的双星系统，就会形成双瓣状星云。沙漏星云可能就是如此，我们能在它的中心位置看到这颗或这两颗恒星。提醒大家，这绝不是空想性措施，让你误以为的相机闪光灯反光。